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早上的9点10多分，從九寨溝的景区坐大巴前往黃龍景區啊。前2集影片我們遊覽了九寨溝，既然都來到九寨溝了，当然就不能錯過它100公里以外的黃龍風景名勝區。在1992年，黃龍風景名勝區跟九寨溝共同登錄為世界自然遺產，也就是說他們是一對雙胞胎。如果說九寨溝被譽為神的後花園，黃龍呢被譽為人間的瑤池。今天下雨了，在這服務區上個廁所。看九寨溝景區到黃龍景區，服務區的商店賣各種炙熱米飯，25元到30元，還賣氧氣罐、紅景天、衝鋒衣，都好貴啊！這些下了點小雨，這名師傅提醒我們在高原說話要慢。這裡的海拔約3200米，先把行李寄存。今天的挑戰比昨天要大得多，因為今天將要通過索道。先在這裡吃個飯，這頓飯至關重要。藏族居民的生活场景。2楼的餐廳，點了一個32塊錢的西紅柿炒雞蛋，米飯4元，合計36元。在平原說3句話，等於在高原說1句話，所以今天可能會比較少說話，因為保存體力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在高原的原因啊，在九寨溝也好，在黃龍也好，我的感覺略微有一點疲憊。這西紅柿炒雞蛋炒的還是不錯的，味道的話鹹淡適中，還蠻合我口味的。海拔3193米，而且剛好我們坐索道上到這個五彩池那裡的時候，那裡4000米的海拔。如果你覺得身體不舒服的話，不要想着說來都來了就看一下五彩池，就立即要買下行的索票，因為這不是開玩笑的。吃了2碗米飯，平時我一般就吃1碗。今天在酒店10元買了一個雨衣。哇，這行李寄存排隊的人這麼多，要排好久呢。還是花錢買時間吧。前面有個付費的超市可以寄存一下行李，在超市花10元寄存行李，免得在下面排隊寄存。這裡是有景區醫務室的，我看不少遊客頻繁出入。沒有傘呀，相機被淋了。坐免費的景區公交車前往索道下站。氧气吸入器，有备无患。黄龍索道服務中心，索道上行票是80元，景區門票是170元，合計消費250元。黃龍今天的氣溫是12攝氏度，但是每提升1000米的海拔，它的氣溫下降5到6攝氏度，所以大家來黃龍景區旅遊的話，一定要做好御寒的準備。分两边走，两边通道都可通行。黄龍是高原地區開放區，最低海拔3123米，最高海拔3576米。觀察，按順序照顧好老人。登臨，歡迎登臨。4個
一個索道坐8個人。我們看索道的車處3191米的海拔，我們看上到上面有多少海拔？這一個索道剩餘的乘客都是印尼的華僑，很有緣分。黃龍風景區是由一系列散落在黃龍溝的一些觀景點組成的景區，它位於岷山主峰雪寶頂下，長7.5千米，寬1.5千米。其中的巨型鈣化岩溶景觀是當今世界規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地貌。黃龍風景區以彩池、雪山、峽谷、森林視覺駐絕於世。該風景區海拔3000米以上、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達到7座，是中國海拔最高的風景名勝區之一，也是中國唯一的保存完好的高原濕地。你看這個山間雲霧繚繞的，早上下了大雨。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什麼，在海拔提高了幾百米後，感覺呼吸有一點點局促了。它的這種爬升的坡度還挺陡的，有一些近乎90度的一個爬升。海拔到了3560米，这個索道爬升了約400到500米左右。如果你有肺、心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壓，請謹慎前往。還是走路吧。坐電瓶車直接去到五彩池的票價20元每人。剛才在車上聽人說，這個黃龍的美在於雙腳，就是要雙腳走路才能看到的。所以咱們走吧，雨不算大，雨大就坐電瓶車。哇，你看這些都是幾十上百年的這高大的雲山哦，讓我想到在新疆喀納斯，包括橫斷山脈的，這個雨崩啊，也經常能看到這種。就看到了冷山155年，通過雙腳的努力達到目的地的那種幸福感啊，跟你坐電瓶車，在我看來是不一樣的。你要先苦後甜，它的甜好像顯得格外甜，這個只是我的偏見啊。剛才在下面的時候還心裡有一點點壓力，因為覺得自己到這個高海拔會不會身體有一些症狀，到上面來發現還好，所以這個緊張的心情得到了一些舒緩。禁止投餵松鼠，當心咬傷。哇，這個163年的樹林了，那麼最老的都能達到200多年吧，我猜的。黃龍畢竟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景區了，它這裡有氧吧，還有擔架。哎，你好，我想問一下，在高原旅行有哪些注意事項嗎？就值得遊客注意的。就是不要跑，不要跳，感覺有一點不舒服，休息1分鐘2分鐘，又慢慢往前走。好，謝謝你啊。望龍坪，距離五彩池海拔3530米，是黃龍溝景區面積最大的觀景台，可以遠眺黃龍溝及雪山梁。萬仞高峰聳立，群山森林密布，腳下雲霧繚繞，有千層碧雪盡收眼底，龍飛鳳舞，蕩氣迴腸之意境。此處海拔3530米，請預防高原反應。無線網絡已覆蓋。望龍坪看不見啊，那看一下它的圖片吧。其實下點小雨啊，還有點幽靜，也挺好的。黃
龍的動物資源還有大熊貓、川金絲猴、牛羚豹、雲豹。从索道上站走了1公里多一点，又来到一个氧吧，在这休息一下。高原的话还是要注意休息的。除了罐装的，还有这种直接插2个塑料管在你鼻子裡面的。這個市場價好像是5塊還是6塊，這邊賣12塊錢。這是2塊錢的。這個有用嗎？要看每個人的體質了。在那裡我是休息的最久的，事實上只有3.2公里，然後五彩池下山的話有4公里，所以目前還要走6公里多才能下山，說話還挺累的。雲霧沒剛才那麼重了。方知柏，你看它的樹幹只向着山谷的方向延伸啊，挺有特點的。256年，我的天啊！啊，方知柏256年，高15米，為我國特有樹種，產於甘肅南部四川岷江。生於海拔2900多米到4300米的山地。這個樹都已經落出了紅褐色的。看這個山谷還挺深的。木棧道上面就是電瓶車從上索道開往五彩池的一個公路。這下面木棧道。黃龍景區還是挺講究的，你看像這樹幹那麼小的樹，它也保護起來啊，不會因為修棧道把它砍了。這棵也是方知柏，可能樹齡沒剛才那個256年那麼大。
你看飞上去下來就好多水柱了，而镜头呢已经被蒙上了一点水雾，所以刚才看不太清楚，但还是很震撼的一个川西的自然风光啊。我们看到这个穿着雨衣的或者撑着雨伞的一个人龙啊，不断的拾级而上，在山腰蜿蜒。在這已經能看到那些電瓶車下來的烏泱烏泱的遊客了，到那就開始要堵人了，不像在這裡可以自由自在的走。他們就是從電瓶車上下來的，下子人多了好多。山上啊，就是因為每個人穿的雨衣是各種顏色嘛，五顏六色的，然後沿着這個橋在走就蜿蜒，好像拍裡看的話就像是一條彩龍一樣。這是第3個氧吧了，這氧吧就比較多人。賣烤腸，鹹一根。濕度好高啊，94%。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啊，將一路沿着這個跨河大橋走上去。先是看到馬蹄灘，我拍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造型特別罕見。禁止進入鈣化地帶，裡面是鈣化地帶。你看白色的，然後黑色的，黃色的。沒有航拍的視角的，真的體會不到它有多麼的美妙。馬蹄灘，像它的這裡的寬度，我覺得應該有200米左右。鈣化自然保育展示區。哦，這相機淋雨拍攝呀，心疼。看鄉間原物，飄飄蕩蕩的。哇，下雨也擋不住人們探索自然的熱情啊！這雨還挺大的。可能鏡頭看不出來。如果陽光好的話呢，五彩池是這樣的，好漂亮，像是不屬於這個地球有的一個風景。我們能看到這個蹲車台是用一個塑料袋包着的，到時候應該把塑料袋通過一個方式運到山下去啊，我猜的。還是值得開心的，我還以為這個湖泊被這個渾濁的雨水給擋着的，它是能看到寶藍色的，也可以說不虛此行了。這裡有好多的觀景台，高低錯落的，你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樣。你看，在這個角度還沒那麼高，哇，真的漂亮。雖然下着雨，很冷，很吵。你看它那個白色的水池啊，它不像是九寨溝那種深藍色，或者說是碧藍色，它是那種像是地中海那種淺藍色。我們往高一點的觀景台走。能看到了，以後就不用再來一趟了。我以為說這一次沒看到的話，下次還得再來一趟。拍這裡雖然走的路沒有九寨溝那麼多，但是比九寨溝辛苦，因為這裡海拔比九寨溝要高一點。
刚才我飞蚊机沒飛到這裡，不敢飛太遠，而且這邊人挺多的，看吧，是吧？唉。哎，这雨变小一點了。哇，天啊，它面積還挺大的。哦，而且它的每個水池的顏色還不一樣。你看，像裡面的話是那個，綠色、淺綠色，那麼到了中間呢就是淺藍色啊，好神奇啊！看一看，神奇的五彩池。这个角度好像是最高的，然後也是最能夠一覽無遺欣賞這些彩池的。朋友們，我可沒加濾鏡啊，它天然就是這個顏色的，神不神奇？你看這邊是淺藍色的，好像那種地中海的那種藍天白雲啊，那邊的話就是淺綠色。它这個山坡上佈滿了角度不同的觀景台，遠看高低各不同。這是第3、第4個觀景台了。哇，有點長啊。一邊聽到旁邊的人大口大口的吸着氧氣。我們拍完照馬上完成。你那大江不能淋水啊？它不防水。是嗎？你別給整壞了，我都沒人往出拿。哎呀，這個漂亮！哎呀，嗨，這個漂亮！我回我就發給你。哎，對。這人沒那兒人多。我少個其他東西吧。我一直這樣。他不讓我們往這裡擠啊，他沒辦法。我少個其他東西吧。我一直這樣。看一下世界上最大的彩池群，非常的漂亮。哦，近看是這樣子的。這個。可以啊，看一个好不好？
看2棵树。这就是啊，这就是五仔池。我也来一张。一个藏式的小屋子，用石头垒的。相机流水。哦，可太开心了！真的，刚才冒着雨一路走到这里，就想着这一天可能都是这种下雨的天气了，真不敢奢望说还能拍到这么漂亮的航拍，真的是喜出望外啊！咱们看云雾散開了一點，山的輪廓露出來了，很漂亮。好，下去了。下面還有好多景點。今天的話，真正超出預期啊！山間雲霧飄來飄去的哈，宛若仙境。外國人，下了滴滴小雨不影響，可以不撐傘。同樣是池子，你看，但是這裡的顏色就沒有剛才上面的那麼豔麗。這裡的話就像是土色的哈，泛着一點這個藍綠色，但是不多。看那個山谷啊，兩邊都是這個高大的山丘，跟前面我們去的九寨溝的所在的地方是一樣的，都是很狹長的。哎，現在倒是沒覺得很闖了，現在就覺得還好。已經有了一個適應的過程了。
上來的時候，這個心情像是蒙了一層陰霾啊。下去的時候，就是一下子心情變得還蠻明媚的，就有這種变化。这邊橋是走回去，然後坐電瓶車回到索道上站的。咱們走路下山，大概有4點多公里吧，要1個多小時，還能看更多的、更豐富的景色，何樂而不為？禁止進入鈣化地帶。下山也能看風景啊。雨停了，剛好雨過天晴啊，還有淅淅瀝瀝幾滴小雨點，不影響。哇，你看遠處的層巒疊嶂，被這個縹緲着的雲煙籠罩着。你能想到嗎？從成都啊，一個超大的一個省会城市大都市，只需要4個小時就能來到这種感覺是世外仙境一般的這種地方。一切得益於這種基建啊，高鐵。以前沒有高鐵的時候，需要坐10多個小時的大巴才能抵達這個地方。現在有高鐵以後，2個小時高鐵就到達黃龍九寨站，再坐2個小時的這個大巴就能來到景區門口。所以成都它發展起來也是其中的原因，就是得益於作為這個川西橫斷山脈一大片豐富的旅遊帶作為中轉站，還有3500米到達景區出口。看一下這裡藏式的廟宇，有喝咖啡的，有吃快餐的。哈嘍嘍嘍嘍嘍咖啡，加西德嘞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內容。如果你喜歡本期影片，請記得幫我點讚、訂閱我的頻道。
感謝收看，我們下期見。